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春节回家，老公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，半夜闺蜜发来消息：你老公跟班花在一起，赶紧来酒店。我挺着5个月的肚子过去，看到老公缩在角落，被人揍得鼻青脸肿。班花老公冷哼一声，拿20万赎人，否则老子弄死他。我认真点头，行，那你弄死他吧。过了几天，我打掉了孩子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跟老公陈文勇是高中同学，大一谈的恋爱，工作2年结的婚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对他还是比较放心。他说去参加高中聚会，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。同学们让我一起去玩，因为怀孕，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就拒绝了。晚上10点，陈文勇还给我报备，等会我们要去唱歌，可能晚点回来。我想着好不容易聚一次，多玩一会儿也是正常的。没想到半夜闺蜜发来消息：你老公跟班花在一起，赶紧来酒店。要不是他又发来一张陈文勇跟班花喝交杯酒的照片，我根本不会信。我一直都听说这种同学聚会搞散一对又一对是夸大其词，没想到这种事会真实发生在我身上。肚子非常不舒服，但我还是咬咬牙快速打车过去。闺蜜拉着我来到房间门口，里面4、5个壮汉拿着棍棒随意地聊着天。陈文勇缩在角落，被人揍得鼻青脸肿。班花坐在床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我顿时恶心的想反胃。班花老公瞥了我一眼，冷哼一声，拿20万换赎人，否则老子弄死他。这是遇到仙人跳了吧？疫情3年，好多人都穷疯了，只是没想到以前清高的班花也会做这种事。我认真点头，行，那你弄死他吧。这样的男人留着没用，弄死他，我还可以继承他的遗产。陈文勇满脸震惊地看着我，他大声吼道：刘义成，你怎么能这样恶毒？马上拿20万出来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那些钱多半是我的彩礼跟陪嫁，他就5万多在里面。我给了闺蜜一个眼神，扶住门框，心如刀割，肚子越来越难受。她跟班花乱来，被她老公逮住，我还得拿钱赎人。我刘义成有那么傻吗？我冷冷说道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。同学聚会聚到床上，你还有理了？陈文勇的脸瞬间爆红，他小声说道，回去我再给你解释，你先把我们准备首付的钱拿出来用一下。说到现在，他还想用钱解决。班花的老公看我不表态，直接一脚踢在陈文勇的腹部，凄厉的惨叫声响了起来。我心里居然生出一丝爽快。班花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，橙子，求求你救救他，看在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上，你救救他。我呸，违法乱纪的事，我肯定交给警察同志处理。陈文勇哭着说道，程程，我求你了，他们真的会打死我的，这么个玩意，我希望能把他打死。我死死盯着陈文勇，你们在一起了吗？男人埋下头，不敢说话。班花的老公又一脚踢了过去，怎么这么没用？不是说他很听话，很爱你吗？陈文勇，一个大男人，痛得满地打滚，眼泪横飞。我闭上眼睛，默念，活该，活该。班花在床上小声哭泣着，陈文勇低哑着声音说道，程程，我不想死，你肯定也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没了爸爸。我冷冷看了他一眼，这个孩子真可怜，居然有你这样的父亲。班花老公恶狠狠说道，再给你2分钟，不拿钱出来，
我就剁了他的双手双脚。我眼前一亮，剁了挺好，给我省事了，以后再不用担心他乱来，肚子里的孩子地位也稳了。没等到剁手剁脚，闺蜜带着一群警察过来，有点可惜。看到我身后的队伍，班花老公脸上扯出一丝僵硬的笑容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有人报警，这里在做非法交易。陈文勇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他一瘸一拐走了过来。警察同志误会了，我们是朋友，刚刚都是开玩笑的。我拿出手机，放出刚才的录音。闺蜜在旁边小声说道：“20万一次，这就是敲诈勒索。”陈文勇的脸越来越黑，望向我的眼神里全是恨意。班花老公脸上堆满了笑。警察同志，我们是朋友，闹着玩呢。我可是5好青年，每个月都按时交税。那几个壮汉手里的棍子早已不见，乖乖站成一排，不停地点着脑袋。班花从床上起来，穿着一件连衣裙，身材的确不错。她花枝招展地走过来：“警察同志，我接了一个剧本，我们这是在排练呢。”我没忍住，笑出了声，还给他鼓了掌。班花在一家私企当文员，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，现在突然接了剧本，真能扯犊子，笑得太开心，肚子又开始不舒服。陈文勇瞪了我一眼：“警察同志，我是过来帮忙排练的，大家都是同学，这样的小忙肯定得帮，所以我的好老公让我挺着5个月的肚子来陪他们演一场戏。”我扶着肚子，不咸不淡地说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我是受害者，我不信他们是在排练。刚刚让我拿钱赎人的语气特别真实，请你们认真核查他们。”警察点点头，把这群人全部带回警局。我赶紧给老哥打电话，让他过来帮忙盯着这批人，我不会轻易放过。现在肚子特别疼，我得去趟医院。闺蜜刚把我送到医院门口，就碰到老妈在那等着。老哥嘴可真快，等会得找他聊聊。我扯出一丝笑容：“妈，我没事的，大过年还这么晚，你过来干什么？”他摸摸我的脑袋：“程程，你的事我们不可能不管，你爸我没拦住，跟你哥一起去了警局。我爸那个暴脾气，希望陈文勇还能受得住。”闺蜜笑着说道：“阿姨，有你陪着程程，我就放心了。这个案件我最清楚，我去警局当证人。”老妈让她赶紧过去，她领着我去做各项检查。果然，肚子里的孩子出了问题。我连夜住进医院，就连笔录都是警察同志来医院做的。为了不让我过于激动，他们决定暂时不把真相告诉我。但是老爸眼里时不时就闪过杀意，我知道事情可能并不简单。第3天，我们正准备出院，陈文勇出现在我面前，他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刘义成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能不能把这个案子撤销了？大家同学一场，不要闹得这么难看，给个面子行不行？”我只是陈述事实，让警察同志如实核查，后面具体情况我并不知晓。如果他们真的做错了事，就该受到相应的惩罚。我又不是圣母，凭什么要原谅？该怎么就怎么。我相信警察。陈文勇一巴掌朝我扇过来：“我是你老公，现在被所有同学看笑话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？”我被他扇在地上，脸火辣辣的疼，肚子更是钻心的痛。我能感觉到有血液流出，疼！这个男人，他不配当我老公，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爸爸。我看到老爸从远处飞奔而来，他逮着陈文勇狂揍，惨叫声传遍整个医院。老妈想扶我起来，我抓住她的手：“妈，这孩子我必须打掉。程程，你是难孕体质，可能这辈子
只有一个孩子，你确定要打掉吗？就算你们离婚，我跟你爸可以帮你带的。要不是这个原因，我怎么会跟陈文勇废话？本来还想忍一下，但他不分青红皂白打人，根本不在乎肚子里的孩子。我紧紧拉住老妈的手，打掉，不然后患无穷。说完就晕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，整个人酸软无力，快速朝腹部摸去，肚皮皱巴巴。我的孩子真的没了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对不起，妈妈很喜欢你。可是房门突然被打开，我妈扯出一丝微笑：程程别哭，孩子没能留住，是因为陈文勇推倒你，导致大出血。你什么都别想，把身体养好最重要。我抹了一把眼泪：妈，我知道的，这几天让你们担心了。以前因为肚子的孩子，我一忍再忍，现在怎么可能再让陈文勇好过？老妈给我倒了杯温水：程程，你是我亲闺女，不担心你担心谁？你这是咱们不着急。你爸把他揍进旁边住院，那小子不躺10天半个月根本起不来。不愧是我爸，过段时间给他做几顿大餐补补，等养好身体再找陈文勇离婚。还好嫁得近，有家人在身边，一点都不虚。刚闭上眼休息，砰的一声，房门被踢开，婆婆大步朝我走来，看起来十分愤怒。难道她知道孩子没了？一个小县城，想要知道什么，多打听一下都出来了。老妈挡在我的面前，看了她一眼：你有什么事？婆婆冷哼一声：你男人呢？打了我儿子，得赔20万医药费，不然我就报警抓他。又是20万。陈文勇躺病床上，都在给班花想办法凑钱。我冷冷说道：你知道他为什么被打吗？婆婆推开我妈，站到我面前：反正是你爸打的他，找他要赔偿是应该的。好一个应该！我淡漠地看着他，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。阿姨，你报警吧，或者去法院起诉我们。婆婆用手指着我：你什么意思？还想不想过日子了？信不信我回去就让小文休了你？我跟你说，你带着肚子，没人会要你的。老妈顺手一巴掌给她拍了过去，婆婆顺势倒在地上：啊，来人呀！救命呀！打死人了！第一次见识到婆婆的厉害。奥斯卡欠她一个小金人，我刚想起身帮忙，老妈拦住我：闺女，你好好躺着，给我助威。你妈我可比她年轻5岁多。她转身朝婆婆说道：妈的，老娘为了女儿忍你很久了。老妈整个人压在婆婆身上，连续扇了几个巴掌，婆婆被打懵了，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。她刚想反击，我妈使劲扯住她的头发：啊，痛！凄厉的惨叫声从她口中传出。我妈打得正起劲，房门被一群人打开，老爸冲在最前面。他看了眼占据上风的老妈，对着后面的人淡淡说道：家务事，家务事，我跟他好好谈谈。婆婆怎么可能让他们离开？扯着嗓子喊道：救命！打死人了！大家帮忙打死他们！真是好大的脸！门口的群众伸长脖子看戏，2个护士过来拉开2人。老妈不屑地看了婆婆一眼：如果没挨爽，我们出医院再战。婆婆瘫在地上，大声哭道：你们连老婆子我都敢打，必须赔30万，不然我就天天蹲在你们家。这对母子可真不要脸，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我冷冷说道：我报警了，你这是敲诈勒索，30万已经是数额特别巨大，应该会判处10年以上。看了眼发愣的婆婆，我继续说道：没想到你快60的人，还想去监狱踩缝纫机。婆婆翻身而起，快速朝我冲过来：你唬我老婆子？你嫁到我家，你的钱就是我家的，拿出来用用怎么了？
老爸站到我面前：“你们陈家就是这么欺负我女儿的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封建思想？你敢再往前一步，别怪我不客气，不管男女老少，我只揍不要脸的。”婆婆立马停下脚步，可能想起了她儿子的惨样。要是我爸下手揍他，温柔一点也要躺个半年。老爸可是跟老爷练过几年，平时在家也经常锻炼，身手很不错的。他非常低调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战力值。陈文勇上门提亲时，我爸一掌劈坏一张实木桌子，时间太久，他们可能早就忘了。有老爸在，我安全感满满。我冷漠地看着婆婆，过几天我就跟陈文勇离婚，我的钱你们一分都别想要。婆婆双手抱胸，一脸的得意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难孕体质，你舍得打掉肚子里的孩子，30万又不多，你们几年就能赚到，怪不得他这么有恃无恐。原来陈家笃定我不管怎样都不会打掉孩子。老妈指了指箱子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没了。婆婆根本不信，边开箱子边说道：“我老太婆可不是吓大的，你们敢打掉，我把头摘下来当球踢。”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飘散出来，眼泪情不自禁又流了下来。2年积极备孕才有她，结果还是没能留下，都怪陈文勇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乱整。老妈愤恨地说道：“你好好看看，你孙子都成型了，要不是你儿子推倒程程，导致大出血，再过几个月你就可以抱孙子了。”婆婆拿着箱子连连后退，嘴里不停说着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不信，是不是你们从哪里找的？”我慢慢起身，平坦的肚子一览无遗。婆婆吓得瘫坐在地上，泡沫箱子掉在地上，鲜红的血液沾到她的脸上。啊！她不停地用手擦着脸上腥臭的血液。我慢慢走到她的面前：“这就是你的孙子，我辛苦怀了5个月的孙子。”婆婆阴狠地盯着我：“刘义成，你怎么当妈的，连自己孩子都保护不了？你这种人活着干嘛？跟着他一起去死呀！”老妈从后面飞奔出去，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：“再敢乱说，老子打烂你这张臭嘴！老娘的女儿也轮得到你来教育。离婚，现在就跟我离婚！你们陈家没有人能高攀得起。”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愤怒的妈妈，一股暖流涌入心里。不管怎样，我还有父母在身边。我看着婆婆，冷冷说道：“我要告陈文勇故意杀人，亲手杀了他的孩子。”婆婆震惊地看着我：“刘义成，他是你的丈夫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孩子没了，养养再生就是。”呵呵，我连他陈家的门都不想踏入一步。陈文勇怎么可能还是我的丈夫？没了就没了，可能这辈子都生不了了。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老妈赶紧把我拉到床上坐着，她轻轻擦掉我的眼泪：“程程，咱不哭，有我跟你爸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”我捂着肚子，扯出一个难看的微笑。四周看戏的群众让出一个通道，2个警察走了进来。是谁报的警？老爸走过去，给他们说清楚情况。婆婆一边拍打地板，一边嚎叫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看看我的脸，他们欺负我一个老婆子，快把他们都抓起来！”老妈指了指地上的血肉：“警察同志，陈文勇亲手谋杀了他儿子，把他拉去枪毙了。”婆婆凶狠地瞪着我，那眼神恨不得地上躺的是我。她是不是觉得我跟以前一样好欺负？杀子之仇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们？经过2个警察的调查，婆婆也不敢乱嚎。她小声辩解道：“这怎么能算敲诈？都是一家人，拿钱出来周转一下，不是应该的吗？”她这话把警察都听懵了，看了她好久，才缓缓说道：“
你儿媳妇的彩礼和陪嫁都是她的个人财产，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，不是你想要就必须拿出来。婆婆这种行为，在古代一人一口唾沫都得淹死她，真的太不要脸了。2个警察调解了半天，婆婆死活不同意，非要让我们家赔钱。她现在全身都疼，躺在地上乱滚，无赖流氓被她演得登峰造极。老爸的拳头紧了又紧，感觉快忍不住了。我冷冷说道：警察同志，他正在扰乱你们执法，属于妨碍公务罪。婆婆瞬间安静下来，但她依旧躺在地上不动，似乎笃定我们拿她没有办法。现在不是老人变坏，而是坏人变老了。2个警察对视一眼，送给她一套银手镯，请配合工作，跟我们去一趟警局。婆婆躺在地上，抹着眼泪：我不去，我又没犯罪。来人呀，警察打老人了。旁边过来几个医院的保安，他们来了一段时间，看到了婆婆的所作所为。警察同志，我们可以帮忙抬过去的，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呀。婆婆大声说道：滚！你们敢碰老娘，老子就告你们非礼！我看着她满脸的褶子，这话她也能说出口。保安们往后退一步，几个护士推着一个病床出现，他们把婆婆抬到床上，推着她往外面走去，直接用120的车把她拉到警察局。老妈让我待在医院，他们过去就行。我实在不放心，强撑着走了几步，头就晕得不行，很明显能感觉到身体奇差无比，只好乖乖躺在床上休息。没过多久，闺蜜急匆匆过来陪着我，看到我的惨状，她差点哭出声来。程程，你让我怎么相信爱情？我叹了口气，一个班花就把陈文勇迷得神魂颠倒，苦苦经营6年的感情一文不值。读高中的时候，我对陈文勇有点好感，大学他主动追的我，还以为他也是喜欢我的。闺蜜拿出手机递给我，这是陈文勇高2的时候写给班花李莎的情书。我颤抖着手接过，喝交杯酒的那张照片，就已经看到男人眼里的宠溺，只是没想到，原来他从高中就一直喜欢着班花。泛黄的信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情意，心早已麻木，只觉得自己傻透了。闺蜜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你们的事闹得很大，有同学把陈文勇写给班花的情书都找了出来，你放心，我们都站在你这边。还有一个律师同学，他会无偿帮你打官司，让陈文勇净身出户。班花李莎的公司已经把他开除了。这几年陈文勇没挣什么钱，净不净身也无所谓。那20万，我绝对不会拿出去一分一厘。我露出一个释然的微笑，希望他们能排除万难，永远在一起。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养好身体，后面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我握住闺蜜的手，妍妍，你现在给我说说，那天到底怎么回事？现在身体不行，只能动动脑子。父母瞒得紧，闺蜜这里好下手，我怕你沉不住气，爬起来揍陈文勇，这对你身体不好。我摇摇头，不会，现在已经对他死心，只想赶快离婚，再也不要相见。闺蜜拍拍我的手，感慨说道：李莎的老公世界杯输了100多万，把车子房子卖了，还差20万的缺口。班花想跟她老公离婚，必须拿出20万，否则就拉她去 KTV 上班还债。她跟陈文勇早就商量好了，那天都是演员，目的就是为了你手里的20万。虽然想过有这种可能，但真的听到，内心依旧难受至极。陈文勇一心想着班花，根本没有考虑我和孩子。他以为我会大方拿出20万，
然后成全她跟班花。应该没想到我会直接报警。闺蜜安慰道：程程，只要你这边不撤销案子，他们得进监狱几年，怎么可能撤销？既然陈文勇也是从犯，必须让他进去改造，不能留在外面害人。我淡淡说道：放心，就算他们跪下来求我，也不会撤销案子。闺蜜满意地点点头。等你身体养好了，我带你出去散散心。我朝她笑得很开心。要男人干嘛？有姐妹足矣。晚上，父母和老哥一起过来看我，老妈只淡淡提了2句，要不是看他年龄大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过他？没事，至少今天没吃亏。早就想揍他了，看来今天就吓唬了他一下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。不过也让他知道我们的态度，想占便宜没门。现在网上全是婆婆耍无赖的视频，今天看戏的群众拍了视频发在网上，我赶紧给她买了10几个视频的上热门，整个县城她是出名了，就连中国也有大半的人知道她。网友们弄得最毒恶婆婆榜，她排名第1。过了几天，我的身体好了很多，我带着一群亲人浩浩荡荡来到陈文勇的病房，正准备敲门，里面传来班花的声音：勇哥哥，只要你拿20万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。现在听到20万就来气。老妈挽起袖子，老爸也在搓手，我赶紧让他们再等等。一群人拿起手机录音拍视频，随后听到陈文勇的笑声：放心，就算刘义成不拿出来，我也会想办法凑到的。20万能娶到你，我做梦都要笑醒。我面不改色，除了觉得自己很傻，没有一点感觉。当初陈文勇给了我5万2的彩礼，他说那代表我爱你。那有什么爱不爱？只是这个数据便宜而已，一句话可以省好几万，傻子都会说吧。病房里又传来班花的声音：还是勇哥哥聪明，现在刘义成没了孩子，以后抚养费都不需要付，只有你才配生我的孩子，一巴掌就解决后顾之忧。这顿打值得。孩子已经麻木的心又刺痛起来，原来这一切都在陈文勇的算计之内。他想跟班花双宿双飞，我跟孩子就是他的绊脚石。那一巴掌是他故意为之，怪不得力气那么大。他真的亲手杀害了他的亲生骨肉，一尸两命更好。我再也没忍住，一脚踢开房门。病床上，陈文勇正搂着班花，看到我们进来，他的眼里出现一丝惊慌。刘义成，你妈没教过你进别人房间要先敲门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。陈文勇，你妈肯定没告诉你，连自己亲生骨肉都能下手，你会不得好死。霉运连连。班花李莎笑着说道：你肯定听差了，勇哥哥怎么可能干那种事？孩子在你肚子里，你们流掉了，你要负大部分责任。老妈从旁边出来，把泡沫箱子放在他手上，再揭开盖子，一股腥臭味扑鼻而来。李莎干呕出声，她想扔掉。我妈死死地稳住箱子，看看，这就是你们千方百计让流掉的孩子。她说他死得很惨，今天晚上要去找你们聊聊。李莎吓得脸惨白，整个人开始打哆嗦。陈文勇不停地往角落缩，嘴里大声骂道：刘义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用死掉的孩子吓人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对，我有病，而且好不了，这一切都是拜他俩所赐。老爸凌厉的眼神盯着他：你才有病，好好的老婆孩子不要，非要跟有妇之夫鬼混。陈文勇不敢说话，时不时的用眼刀子割我。老妈松开了手，泡沫箱子掉在病床上，已经成型的孩子死死地瞪着他们，鲜红的血液沾到四周。啊！
刺耳的尖叫声从陈文勇嘴里传出，他连滚带爬跳下床，整个人瘫在地上。老妈冷哼一声：“这么大的人，连拿个箱子都拿不住。”我转身离去，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说的？已经让律师起诉离婚，还要回趟陈家，把证件和衣物拿回来。我们转身就去了陈家。婆婆看到我们，眼里全是恨意：“你回来干什么？我们家可要不起你，现在立刻滚出去！”我妈站在我前面，不会说话就别说，满嘴喷粪，影响市容。都怪我前2天下手太轻，今天要不要再试试？婆婆愤怒地说道：“你们现在是私闯民宅，我可以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的。”我晃了晃手上的钥匙，不好意思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我的确还没跟陈文勇离婚，还算这个家的一份子。老妈陪我进房间收拾东西，老爸带着一群人盯着婆婆。房间里乱成一团，很明显我的行李被人翻了个遍，就连身份证、银行卡都消失不见。我赶紧打电话挂失，冻结自己所有支付方式。还好他们不知道密码，没有取到钱。但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这几天每天都有人试2次密码。老妈气得不行，不停咒骂陈家人。我爸听到动静跑了进来，一掌拍在书桌上，立马裂开一条缝。妈的，老子现在就去弄死陈文勇，真当老子女儿好欺负！我赶紧拉住他，这暴脾气到时有理也难行。一群人来到客厅，婆婆肯定听到了我们的对话，她理直气壮说道：“我家的东西还不能随便翻吗？”我的嘴角挂着一丝冷笑：“别逼我再报警，把所有证件全部拿出来！”老爸一脚踢向餐桌，砰的一声，4分5裂。别逼我动手，拳到肉还不重伤，我又不是不会。婆婆心疼地看了眼地上的剩菜，乖乖回了房间，拿到证件。我快速把资料发给律师，让他跟陈文勇联系。不用见到那个恶心的人，我心情会好很多。我们去了警局，把刚才陈文勇跟李莎的对话提交上去，着重表明他想1尸2命。警察告诉我们，这个案子还在调查李莎老公，不过很快就会有结果，让我们再等等。回到家，闺蜜正在厨房做大餐，老哥在旁边帮忙。看到妍妍脸蛋绯红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老妈拉着她的手，老远都闻到香味了。今天辛苦妍妍，等下阿姨给你包个压岁钱。老哥厨艺不错，一般过年过节都是他主厨，没想到今天成了那个打下手的，肯定有情况，怪不得刚才着急忙慌回来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几人不停地朝我和闺蜜碗里夹菜。老妈笑着说道：“妍妍，最近有时间能不能过来陪程程？你跟他关系最好，有你在身边，他会开心很多。”闺蜜瞟了一眼我哥，乖乖点头。天，我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看对眼的。不过老哥的人品绝对没问题，比去外面找男朋友靠谱得多。老哥敢乱来，爸妈得打死他，我更不可能放过他。大家又是知根知底，绝对不可能出现陈文勇的那种烂事。还是闺蜜聪明。吃完饭，我就把她拉进房间里审问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”她轻咳一声：“不久，才3个月。本来打算过年给你一个惊喜，结果遇到了糟心事。”我拉着她的手，认真保证道：“老哥要是敢乱来，我让老爸把他打残，关进小黑屋。”闺蜜轻轻抱住我：“程程，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，以后我是你的嫂子，我可以理直气壮维护你，没人敢欺负你。”我吸吸鼻子：“嫂子好，以后请多多指教，后面的日子
因为有闺蜜跟老哥的喜事，家里随时都是欢声笑语。元宵节那天，我们一家人看完灯会回家，门口蹲着几个人。陈文勇满脸胡子拉碴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颓废。他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程程，我错了，失去了才知道你有多好。”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我好不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可以滚了。陈文勇的脸上露出受伤的表情，他想过来拉我的手，被老爸一掌拍开，好痛！陈文勇的手瞬间通红，痛的眼泪花都快出来了。他吸着气说道：“程程，能不能给我1分钟？我们去旁边聊聊。”“不能！”我们全家齐声说道，声音震耳欲聋。陈文勇被吓得退后好几步，他小声说道：“能不能把那个案子撤销了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继续过日子。”他这句话说完，空气瞬间冷了好几度。婆婆在旁边说道：“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她可能这辈子连个娃都生不出来，小文还愿意要她，你们绝对是上辈子烧了高香。”我情不自禁笑出了声，真是委屈他陈文勇了。老妈一巴掌给他甩过去，可惜了一张嘴，连话都不会说。给我滚远点，否则我要忍不住揍人了。陈文勇看形势不对，跪在地上抱住我的腿：“程程，你说想让我干什么？只要撤销案子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”我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以前怎么会喜欢这样的男人？不可能撤销的，不管是谁，做错事就该受到惩罚。要不是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一定会亲手解决他。陈文勇哭着说道：“我们夫妻一场，算我求你了，只要你同意，我们明天就去离婚。只是一个玩笑而已，没必要弄得这么严重。”老哥掰开她的手，闺蜜扶着我离开。妍妍冷冷说道：“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堂堂正正做人，别整这些恶心人的玩意。”婆婆冲了过来：“程程，算我老婆子求你，撤销这个案子好不好？帮她写个谅解书行不行？”闺蜜挡在我面前：“你们是不是有病？他们已经构成刑事犯罪，不是我们说能撤销就可以撤销的。”婆婆愣愣地看着她，整个人瘫在地上，嘴里小声念道：“不就是一个玩笑吗？怎么弄成了这样？老天爷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”我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：“你不要怪老天爷，这一切都是班花李莎的错。要不是她勾搭你儿子，也不会犯罪，更不会亲手杀害你的孙子。”婆婆猛地看向我，她使劲点头。我撇撇嘴，快速进了家门，相信她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李莎，她凭什么还好好的？第二天，闺蜜让我赶紧看同学群里的消息，里面有好多视频和照片。班花被婆婆按在地上摩擦，整个脸肿成猪头。婆婆边揍边骂，陈文勇在旁边拉架，时不时地挨个拳头。打得正起劲的时候，婆婆摸出一把小刀往李莎身上砍：“都是你这个狐狸精，要不是你挑拨离间，我的儿子怎么会干违法乱纪的事？更不会亲手杀害自己儿子。”鲜血沾到他的脸上，整个看起来异常恐怖。啊！李莎的惨叫声响彻云霄，她用力踢向婆婆的腹部，这次更是不要命的揍。没过多久，血淋淋的两人晕倒在地。陈文勇边哭边打120，看起来十分伤心。也是，一个是他亲妈，一个是他最爱的人。看了视频，心里非常舒畅。没想到婆婆这么狠，还好以前她没带刀子。群里的同学都说恶人有恶报，全是自作自受。过了几天，陈文勇扶着婆婆过来，目的还是谅解书。这次比上次真诚很多，不仅带来一堆礼物，还有一个大红包。婆婆颤抖着声音说道：“程程，
我听你的话，把李莎揍了一顿，还把她脸毁容了。她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你能不能写个谅解书？我笑着摇头。阿姨可别乱说，我不可能让你去揍李莎的。不管是谁，都得对自己做的事负责。婆婆拉着陈文勇跪在地上。程程，我老婆子求你了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老陈家不能断了香火。他还好意思说香火？我的孩子没了，也没看到他们老陈家有多难过。老妈把我拉到身后，她年轻人受不起，我可不虚。你们要跪就跪吧，反正我们不可能原谅你们的。说完就拉着我进屋，不带一丝犹豫的，生怕我同意写谅解书。我叹了口气，你们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心疼他们，更不可能写谅解书。1个月后，我成功跟陈文勇离婚。闺蜜带着我四处旅游散心，躺在沙滩椅上晒太阳。老妈给我打来电话，程程，陈文勇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，李莎5年有期徒刑。李莎老公是主谋，还涉及高利贷，直接判了13年有期徒刑。你跟妍妍多玩一阵子。陈文勇的妈还到处蹦跶，别让他影响你的心情。我轻轻嗯了一声。等我们回去的时候，钱婆婆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，听说是她不小心滑倒，直接摔成半身瘫痪。她的老公只喜欢打牌和钓鱼，现在没人管她，更是很少回家。仅仅几个月，钱婆婆就饿死在床上，整个人奇臭无比。陈文勇在监狱也被人看不起，不到1年，他就真的不行了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。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后悔，亲手害死自己的孩子。闺蜜成了我的嫂子，没事就带着全家一起出去玩，家里氛围非常温馨，大家都宠着我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跟前夫的小三在一个月子中心坐月子，他总在我的 VIP 房间门口瞎晃悠。我老公昨天又送了我一束花，我房间都快摆不下了。我老公啊，又给我转账了，我都花不完了。我老公，我把门缝开得更大了，门口站着说话多累啊！来，站我们床头说。来，老公附和。要话筒不要。我生产完住进徐俊早在半年前就预定好的月子中心，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个这辈子都不想再遇上的人。他是我上一段婚姻失败的诱因，准确来说，他是我前夫的小三。所以在这本该快乐的时间里，遇见了一个能勾起不堪回忆的人，真的很糟心。尤其是这个女人还总是有意无意地出现在我面前。烦躁加10086。我刚来月子中心第1天，躺在床上闭眼休息，听见了门口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。我睁开眼，询问身边的阿姨出什么事了。她转头去了门口，人还没回来，嘈杂的声音更近了些。我就要住这里，我说了。我老公有钱，可以给你们钱，不可以的女士，我们这间房有顾客在住了，麻烦您出去，打扰到顾客休息了。我不管，你给我换房间，那个房间又挤又小，怎么住得下我跟宝宝2个人？这话听得我都想笑，这娃是多大呀？要住双人床吗？刚生产完，我实在没心思听这女人叽里呱啦的声音，直接按了床头铃，把领班客服喊了进来。门口怎么这么吵？我问。领班客服连连弯腰道歉，不好意思啊，女士，门口有位顾客不顾阻拦，执意进房。我们意识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进来了，现在我们正在劝说他，马上就让他出去。我点头，脸上没有表情。怪吵的，我们马上处理。领班客服转身出去，
不一会，嘈杂的声音就没了。徐俊下了班就来月子中心看我跟宝宝。我走到客厅，就看见他抱着宝宝，一口一个小甜心，小宝贝的在转悠，心里暖乎乎的，嘴角也不自觉地上扬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他看到我，把宝宝交给阿姨，走过来扶着我。我都做好了喂你吃饭的准备了。我拧了他一下，我是生娃，又不是瘫痪，不至于呀。他亲了亲我的额头，辛苦了，老婆。原本生产带来的身体上的疼痛，被这句话瞬间抚平了。知道我辛苦，那就多赚钱，给老婆买包包。徐俊朝我敬礼，遵命。第3天，我已经逐渐朝着门外的范围活动了。查房的医生建议我可以多走动。这个月子中心建在郊区，环境优美是最大的亮点。当初徐俊选择这里，也是看中了我喜欢绿植，喜欢不被人打扰。我坐在花园的长椅上，静静地看着人工湖喷射的小喷泉。忽然，一阵说话声在我身后响起，破坏了宁静的氛围。身后的女人应该是在打电话，只是声音尖锐的像是在吵架。我不是说了，我要换大房间，你就是这么敷衍我的，别跟我提你妈。你没听见她说话多难听吗？少废话，你赶紧来看我。别人住这都有老公陪，就你一天天地看不见人影，别人会以为我是个寡妇。我就这么说话了，你不来看我，我就抱着女儿跳楼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戴着毛茸茸的帽子，遮住了半张脸，伸手将帽子往下拢了拢，想遮住这些影响心情的说话声，奈何不管用。我转过头，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能说出这么偏激的话。一回头，我就像被喂了一口苍蝇似的犯恶心，居然是胡倩。那段我最不想回忆的往事，随着这个名字的出现浮现在我脑海中。我跟前夫在朋友聚会中相识，在追求我3个月后，我终于成了他的女朋友。他到了适婚的年纪，家里也催得紧，我也就顺着程序拉着2倍速的进度，成为了他的老婆。本来日子过得平平淡淡，也算顺遂无忧，直到传染病盛行期间，恰逢高胜利出差外地办公，他不幸中招，发来2条杠的抗原检测结果给我看。青青，完了，我中招了，我近期应该回不去了，我不能回来传染给你。我在心疼之余也无可奈何。正巧我有个做护士的姐妹，我把2条杠的图片发给她，想让她帮我看下有什么注意事项要提醒高胜利的，毕竟她是专业的。过了一会，姐妹回我了，你还是先查查图片的真实性吧，这样的图片我见得可多了。不会的，我老公不会骗我的。这话我说的心虚，他近期的变化我不是没看见，只是不想往那方面想。看着手机上放大的图片，鬼使神差般，我点了搜一搜，搜索引擎很快出现了相同的照片。我颤抖着指尖点进去一看，是一个微博账号发布的相同的照片。我看了眼账号，确定不认识，也不是高胜利的账号。翻看这个账号之前发布的内容，越往下看越觉得熟悉感扑面而来，我的心头陡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再点开2条杠那张图片的评论，发现下面有一个明显是女生头像的人发的评论。啊，不会吧，那我也要被传染了。博主还贱嗖嗖地回了句，你肯定跑不了，能让你躲过，说明我还不够努力。女生回了个害羞的表情。我觉得胸口闷闷的，呼吸都使不上劲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点开女生的头像，找到了她的账号主页，再点开了照片那栏。女生都是有发照片的习惯，尤其是漂亮的女生，
更愿意在网上发布自己的自拍来接受网友的夸赞。照片上的人我认识，高盛理公司新来的前台小姑娘胡倩。我收回思绪，转过头，继续闭目养神。宝妈，宝宝闹着要找你，咱们回去吧。身后有声音喊我，我转过头，是阿姨抱着宝宝来找我了。身边跟着的护士很有眼力见地过来搀扶我，我朝他摆摆手，谢绝了。我想靠着自己多活动活动。胡倩不知何时挂了电话，眼睛一直朝着我这边的方向瞟。她走过来，朝着护士颐指气使：“那个，你过来扶着我回房吧，我有点累了，走不动。”护士朝我看了一眼，礼貌地回应他：“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是 VIP 房专属的护师，普通房间是几个房间由一位共同的护师照料的，您可以去找您房间的那位。”“什么你房间我房间的？”胡倩当场就炸了，尖着嗓子嚷道：“我又不是住不起 VIP 房间，你少拿这个说事。既然我花钱住在这里，你就有义务来服侍我。”吵得我耳朵生疼。我朝着护士挥手，从头到尾没正眼瞧过胡倩。“咱们回去吧。”忽然，胡倩也不知道是哪根筋错了，拉住我的手：“你多少钱订的 VIP 房间？我给你双倍，你把房间让给我。”我看了眼他扯着我的手，轻轻一扶，把他的手甩开，冷冷地看着他：“胡倩，是不是我所有东西你都想抢？”他愣住了，俯过身子，从侧面看清我的脸。唐青，自从胡倩知道我就是住在 VIP 房间的那个人后，他就跟个鬼似的，总在我身边出现。我的房间是套间，有一个空旷的地方是用来上瑜伽课用的，产后瑜伽。其他人是在一个房间里上的公共课，而 VIP 有单独的房间，单独的老师上课。正巧今天我想活动活动，于是喊了老师来上瑜伽课。阿姨抱着宝宝去楼下晒太阳了，我也就没关门，方便他们进出。瑜伽老师放着轻音乐，阳光晒进来，暖洋洋的，很舒服。我缓慢地做着动作，瑜伽老师在一边指导我做动作。哎，对，这样慢慢的。突然门口有嘈杂的声音传来，我转头一看，门口站着几个穿着月子服的宝妈们，她们好奇地探头进来，窃窃私语。我礼貌地朝他们点头一笑：“真好啊，还能单独授课，有钱就是不一样。老师教的也细心很多呢。”我听着有些赧然。“老师，你过来。”有道特殊的声音乍然钻入耳朵。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我还没回头，人就站在我身边了。胡倩拉着瑜伽老师的手：“我要买单独的小课，你说个价格吧。”瑜伽老师面露难色：“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稍后跟您详聊吧，现在我还在上课呢。”胡倩瞥了我一眼：“就几句话的事，能耽误多少功夫？我面带不悦，你就差这么点时间吗？非要挑这个时间来买课？我老公刚给我打钱了，让我买自己喜欢的，那我用来买瑜伽课不行吗？”她答非所问，我可懒得听她跟她老公的那点子事，转头按了铃，把客服喊了进来：“女士，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？帮我把这位女士请出去吧，我想安静地练瑜伽。”客服转头礼貌地对着胡倩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女士，可不可以麻烦您？”“不可以。”她突然来了脾气，就这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我们同样是交了钱的，我为什么不能有单人的瑜伽课？“不好意思，女士，因为您不是 VIP 房，所以配套的服务也就不一样。我都说了，我要升级成 VIP， 是你们不知道怎么做事的，一点小事也做不好。”他挥着手：“我有钱，我要住 VIP 房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无理取闹，转头朝着客服指了指他：“很吵。”客服为难了：“
快步走出门，似乎是打电话去了。不一会，我就看见一个男人匆匆忙忙地跑来，喘着粗气。胡倩，你搞什么？他大吼着进来，一抬头看见了我，语气瞬间弱了下来。青青，我无语，指了指沙发上的女人，先处理一下这个人。青青，他又发作了，叫的可真亲热呀。胡倩，你在别人房间发什么疯啊？高胜礼皱眉，别闹了，丢人。我们先回去。丢人？你现在觉得我丢人了？不是。他瞟了我一眼，你先别闹了，我们回去再说。胡倩抓着这一眼不放，指着我，哦，现在看见前妻了，不想在他面前丢了面子是吧？这么一对比，还是觉得前妻更好了是吧？你别再胡言乱语了。门口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住在月子中心本就无聊，一听有八卦，喂奶的都抱着在门口喂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徐俊从门口人群中穿梭而来，进来就站在我身边，低声说：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牵着他的手，摇摇头，没事，就是一些人无理取闹罢了。徐俊指着面前一个站着的男人，一个坐着的女人，这两位是闲杂人等，那麻烦两位出去吧。我老婆刚生产完，需要静养。他态度严厉地下逐客令。高胜礼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徐俊，表情晦涩不明。青青，这位就是你的新老公啊？他的语气让人捉摸不透，听了让人顿生无名火。不好意思，请叫我唐女士或者徐太太。我打断他的话。青青，徐俊呢喃一句，指着他对我说，他该不会就是那个被你一天咒800回的渣男吧？说什么呢？没有800回。我很识相的装作惊慌的样子，大概是1000回吧。高胜礼眯着眼睛看我。青青，你就这么恨我？徐俊挡在我面前，高大的身躯给足了我安全感。请你出去。他招手唤来客服，在他耳边说了什么，客服马上小跑着出去了。不一会，他就推了个轮椅进来了。徐俊指了指轮椅，对着高胜礼说，工具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是不是男人就看你自己了。高胜礼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转头走向沙发，把不管不顾尖叫的胡倩一把抱起，大步迈向门口。客服看了眼轮椅，又推出去了。徐俊，我刚想解释，徐俊就打断了我的话，不用再提，多提一次就让你多难受一次。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。我的眼眶热热的，不着痕迹地擦了擦，在他的注视下，嘴硬地说，产后确实敏感，每周1次的手工课，听说这次是做相框，我来了兴趣，第一次出来跟大伙一起上课，这是唯一一个公众项目，除了我的椅子跟大家不一样，其他都一样。我按照手工老师说的做到一半，远远地瞄见胡倩姗姗来迟，她一来就发出好大的动静，一会嫌弃凳子凉，一会觉得老师发给她的是残次品，搞得不少人都提前回了房。他拉着路过他身边的客服，帮我去搞一张他那样的椅子，这种椅子我坐着不舒服，难受。客服看了我一眼，不着痕迹地叹了口气，转过身去的时候已经换上了笑脸。不好意思女士，这样的椅子我们也只有一张，我不管，我也要坐，你们不搞来，我就去投诉你们，我们是消费者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还收我钱？女士，麻烦您坐这个吧。另一位客服拿着一个坐垫过来，放在椅子上，松松软软的。胡倩嫌弃地看了一眼，最后还是坐下了。唐青，听说你生的是女儿啊？胡倩坐在我对面，摆弄着相框，实则余光一直在瞟我，我当没听见，眼皮子都没抬。生女儿吧，这肚子还得再疼一次，如果再生不出儿子，
还有的疼喽。身边一些生了女宝宝的宝妈朝她投去奇怪的目光，不是生男宝宝就是生女宝宝。她这话的辐射范围太广了，一下子得罪了大半。哎，这位大姐，你这话好奇怪呀，为什么这么重男轻女？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？生女儿是怎么了吗？你不是女的吗？对呀，你在这边说的什么风凉话？大清灭亡了，你怎么还这么古板呢？就是因为有你这种思想的人存在，女性在社会上才会受到这么多的歧视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激动，场面瞬间就热闹了起来，大家不约而同地站在了胡倩的对立面。当然，她值得。你们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就这么一说而已，你们听着就行了，回什么嘴啊？胡倩皱着眉，她这一句话惹得众人更气了。三个女人一台戏，这里全是女人，可想而知了。我悄悄退出了战场，既然有人帮我对了，我也乐得清闲，手捧着做好的相框，美滋滋地回了房。哎，你看我这画漂亮吗？好看，真好看，我老公给我买的。宝妈，你真幸福，有这么疼爱你的老公。阿姨推着婴儿床在门口等我，我换鞋正准备出门，耳边就传来这番对话。虚掩着的门一打开，胡倩就捧着一大束花站在我房门口，眼见着我出来了，假意瞟了我一眼，继续跟护理师对话。护理师几次迈步要走都被他拉住，重复着以上的对话。确实，我老公对我非常好，因为我年轻漂亮啊，他能娶到我不知道多珍惜呢。以前他可没有这样对待过他前妻的。呵，这话就岔到我耳边说了。我不搭理无聊的人，拍拍阿姨的肩膀，示意她一块走。哎，阿姨，你看这花漂亮吧？胡倩故意拉住阿姨，把花对到她面前。我眼见着劣质花上沾染的闪粉随着她的姿势簌簌地往下掉，差点就要洒落到宝宝身上。我上前一步，轻轻推开了她，挡在了宝宝面前。她没料到我突然上前，吓了一跳，手一松，花掉落到了地上，啪一声，一些松散的花苞直接滚了出来，露出棕色的坏死花梗。你干嘛？胡倩大声嚷嚷，蹲下身捡起捧花，手里拿着死掉的花苞。你就这么见不得高胜利对我好吗？我简直无语，我想不通，为什么要哄抬猪价？你要炫耀，要秀恩爱，麻烦你走远一点。你的劣质花掉粉差点掉到我宝宝身上，小婴儿皮肤敏感，这个你做了母亲应该也知道的。我站在这儿，你宝宝在那里，根本就隔着一条河的距离。他不屑地翻了个白眼，你就别借着你宝宝来找理由了。得，他还是觉得我深爱着他那没用的男人。我真是觉得对牛弹琴，不想浪费时间，抬脚就想走。他伸手拦住我，你把我老公送给我的花弄坏了就想走。我瞟了他一眼，冷脸，你如果真的珍惜，就不会捧着花出来到处走了，说明你只是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那又怎么样？这不是你弄坏它的理由。这花梗已经变成了棕色，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花早就不新鲜了，你还抱着它到处招摇。我直视着他，我现在怀疑你在讹人。青青，怎么了？我回头，是徐俊来了。我扑到他怀里，委屈地说，这个女人拿了一束烂花过来，非说是我弄烂的，要讹我。她揽着我的腰，有这事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妒忌，这是你前夫给我买的花，所以故意弄烂它。胡倩故意在徐俊面前搞出一副我对高胜利依旧爱得深沉的模样，明眼人都知道他想干嘛。我也想看看徐俊会怎么样，故意委屈巴巴地靠在他怀里不说话，也不为自己辩解。这位小姐，你都说是前夫了，
那还有什么可以值得嫉妒的呢？他说，如果真的嫉妒，那也不会留到你捡这个玩意了，不是？胡倩皱眉，什么这个玩意？你放尊重点，叫高胜礼。哦，他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。你也知道这个玩意指的是高胜礼啊？我在他怀里默默地竖起大拇指。你，胡倩知道自己被套路了，气得不行，开始口不择言。你知道唐青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小心当了便宜爹。胡倩，我淡淡的开口，你这女儿生得很辛苦吧？可要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宝宝啊。他眯着眼，你什么意思？有些事我原本不想摆在明面上说，但是既然你主动挑起这个话题，那我就也跟大家说一说。在我们唇枪舌剑的时候，很多房间都悄悄开了一条门缝，八卦宝妈们更是趁着下午茶的时间，假意喝着汤，实际耳朵竖得老高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抿了抿唇，看了徐俊一眼，得到他肯定的眼神后，我定下了心神。我靠着八高胜礼的小号知道的他婚内出轨的你，这件事你应该听说了吧？我着重强调了婚内出轨这4个字。胡倩眼神闪烁了一下，正要开口，被我抢先一步。可是还有件事，我觉得你应该心存怀疑，但是苦于不好开口许久了吧？什么？他警惕地看着我，你居然不知道啊？我做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同情地摇摇头。高胜礼的小号关注列表里有一位叫妙手回春大夫的人。胡倩狐疑地说，那又怎么了？是你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位大夫主治？我看了眼一脸好奇的徐俊，徐徐地说，性功能疾病、性功能障碍、肾虚、肾功能低下等症状。我清了清嗓子，你多少应该能感觉出什么了吧？胡倩的表情变得很难看。你少胡说，我老公好着呢。真的吗？那我怎么听朋友说他似乎在悄悄寻找着医生？我懒得听你鬼扯。他抱着花转身就走，也不顾地上陆续散落着的花骨朵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有这方面相熟的医生可以介绍给你的。我看着他疾步而去的背影，大声地喊道。我转过头，看见徐俊探究地看着我，你真的有这方面相熟的医生？我拍了他一下，哪儿能啊，你又不需要。唬他的，傻瓜，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被刺激到了。胡倩已经躲在房内好几天了，就连最爱凑热闹的手工课，她也没出现。一个静谧的午后，一声尖利的声音在月子中心乍然响起。我都说了，你不要来这里，你为什么还要来？胡倩，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我听见这把熟悉的声音，浑身的八卦细胞开始活跃，正在房内悠然散步的脚开始往房外移动。胡倩重重叹了口气，妈，我不想跟你吵，你别来月子中心了，好笑。我来看看我孙女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看孙女？这声音，这语气，我再熟悉不过了。高胜礼的妈妈，我的前婆婆马谭女士。听着洪亮的声音与语气，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孙女。胡倩发出一声讽刺的笑声，现在说是孙女，等没外人在的时候，又在我耳边冷嘲热讽，说我怎么不生个儿子，不给你们高家传宗接代。马谭反对，我说错了吗？你的确生的是女儿啊，小小年纪，脾气倒是不小。我说了，生儿生女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。再说了，你不知道这个女儿来的有多不容易吗？有什么不容易的？马谭女士不屑，我一怀一个准，即便是打了这么多胎，我依旧能生下健全的胜利。我也是女人，我知道什么情况。你少在这里给我说这些，你不知道他什么？他怎么了？我听得津津有味，这可比8点档的家庭伦理剧生动多了。胡倩的声音弱了下来，我不想说了，
也不想跟你吵架了。你看完宝宝就回去吧，我累了，要休息了。马谭女士也是倔脾气，每回我刚来一会，你就要赶我走，我就这么不招你待见。她絮絮叨叨，现在就这么对我了，以后我老得走不动了。你是不是要教唆圣礼，把我丢养老院去？妈，我没这个意思，我就是累了，你不要跟我吵了好不好？马谭女士不依不饶，什么我跟你吵？一开始就是你先无理取闹的。本来我来看孙女也是高高兴兴的，买了尿不湿，买了奶粉过来，结果呢，你给我摆脸色不说，还要跟我吵架。你说说，我不禁暗自庆幸，还好离了婚，不然这个时候跟马谭女士对线的就是我了。马谭女士在以前战斗力就十足，整个小区的妇女没有一个是她的对手。现在一看，即便是年纪上来了，战斗力依旧有增无减。想起之前，她就因为拿错外卖跟邻居吵架，她拿错了别人的外卖，其实也不是多大点事，在人家找上门后道个歉就好了。但是她一看邻居在找到外卖之前在群里发的文字，就发难了，咄咄逼人的逼着对方在群里道歉。邻居不肯，他就一直闹，闹的手段不限于把垃圾丢邻居家门口，到邻居家门口吐唾沫等手段。后来邻居怕了他了，即便是时隔1周了，他也发了道歉的文字，在群里郑重向马谭女士道歉。马谭女士因此在小区也出了名。胡倩已经许久不说话了，估计也被马谭女士气得丧失了战斗力。现在是马谭女士一个人的独角戏，显然没人跟她一唱一和，她说的也颇显无聊了。没有了热闹，我顿觉无趣，回房关上门。徐俊今天下班早，一下班就往我这跑，我看见他一脸坏笑地走来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一股诱人的香气在房内四散开来。我指着他，眯着眼，一副审视的模样。大人的鼻子英明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他笑着说，从身后拿出一大袋东西摆在桌面上，一个个拆开，香气更加浓郁，瞬间充满整个鼻腔。炸鸡，我的眼睛放光。自从预产期以来，我已经清淡饮食了近2个月，嘴巴都淡出鸟来了。这会突然闻到这不健康的香气，感觉唾液都分泌多了。我食指大动，伸手就拿了一个炸得酥脆的大鸡腿，正要放进嘴里，护理师正好抱着宝宝进来，看见了这一幕。宝妈，咱不建议在月子期内吃这么高热量的食物哦。他看着徐俊，宝爸，这些东西下次不要再给宝妈买了哦。我们俩顿住了，像是被老师点名批评的俩小孩。我默默地把鸡腿放下，端起了旁边的四物汤。徐俊贱嗖嗖地拿着我放下的鸡腿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边吃边摆出陶醉的表情，看得我牙根痒痒。徐俊，你再在我面前吃，小心我虐你女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朝我敬礼，我忘记了我还有人质在你那里，对不起，是我大意了。我冷哼一声，端起碗喝了一大口的四物汤。咦，今天的汤是甜甜的。吃过晚饭后，我把今天听到的八卦都跟徐俊分享，他的八卦程度并不输我，所以马谭女士跟胡倩2个直接撕破脸呛起来了。是啊，一时之间我都分不清哪边输更爽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。他撇撇嘴，厉害。谈话间又有争吵的声音传来，这一回还加上了男声部。我跟徐俊对视一眼，非常有默契地往门口走去。我走在前面，装作散步，徐俊抱着宝宝跟在后头。高胜礼，我告诉你，自从我进了你家门，我就没有一天舒坦过。
你向我许诺的生活根本不是这样的。胡倩，你冷静一下，这是我妈，你不要对她这么没大没小。高胜礼隐藏的妈宝属性暴露了。你妈，你跟你妈过的了，还找什么媳妇，生什么孩子啊？胡倩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高胜礼似乎还抽空安慰马谭女士：“妈，胡倩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”高胜礼，胡倩尖叫，然后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陶瓷破碎的声音。想来战况很激烈，我跟徐俊眼里都能看到彼此的兴奋劲。马谭女士冷不丁开口：“确实不懂事，高胜礼，你这个媳妇还不如唐青呢。”马谭女士是懂一语致死的，也很懂拉踩。果不其然，胡倩更加疯狂了，尖叫不断。其他房间的门也陆续打开，走出了一对对夫妻，大家都探头探脑，想知道怎么了。客服收到投诉，也小跑着过来，在众人的注视下敲了敲门，门开了，胡倩冲了出来，眼见着就往我房门口的方向跑。我给了徐俊一个眼神，正准备溜走，就被2倍速跑来的胡倩看见了。她指着我：“马谭，你要的好儿媳不就在这里？这么喜欢她，来呀，跟她新丈夫认识认识啊，看看人家还愿不愿意再给你当儿媳。”我给徐俊递了个眼神，这女人发疯了。马谭慢悠悠地在最后出来，看见我的那刻愣住了，表情微变，随即又看了看站在我身边的徐俊和他怀里的宝宝。高胜礼也被胡倩的话尴尬住了，他朝我点点头，露出歉意的眼神。徐俊挡住了他的视线：“高胜礼，青青已经跟你们家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请不要把你们家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扯到他身上。”高胜礼转头怒视一眼胡倩：“胡倩，别闹了，我们自己家的事情关起门来解决，这样闹起来都不好看。”“解决？”胡倩笑：“怎么解决？关起门来你就是你妈的乖宝宝，你妈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能怎么解决？你说？”马谭皱眉，给高胜礼使了个眼色：“还不快把你媳妇抱进去，这样大吵大闹像什么样子？”高胜礼亲自表演了一番自己有多听话。马谭话音刚落，高胜礼就拦腰扛起胡倩，步履匆匆地往房间走去。走廊处竟是胡倩的咒骂呼喊声：“高胜礼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放我下来！你这么听你妈的话，当初就不该招惹我。难道是你妈教唆你出轨的吗？”马谭回过头，在看到我的刹那间，脸上又挂着一抹淡淡的笑：“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，胡倩吧。”他说：“产后抑郁症，她做出这些行为都非她自愿的，她自己也控制不住的。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”“没事，我也学她笑。你们家的事情我没兴趣知道，产后抑郁也好，产后狂躁也罢，我不想听。”马谭的笑容僵硬在脸上，他应该没想到我这么不给他面子。“这位老太太，让一让。”徐俊抱着宝宝抬头对着马谭说：“我们要回去了。”老太太3个字让马谭的脸上彻底挂不住了。他一向在意自己的形象外貌，花了不少钱在脸上，就为了听见别人跟他说：“这是你儿子啊，怎么看起来跟姐弟俩似的？这是你儿媳妇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妹妹呢。”每当这时，他就笑得像朵皱巴巴的菊花，花枝乱颤。所以徐俊毫不客气地喊他老太太，让他的心理防线产生了动摇。我挽着徐俊的手，路过马谭的时候还夸奖他：“老公你真棒，这么尊敬老太太，给咱女儿从小就树立了一个好榜样。”“那必须的，咱女儿啊，肯定表里如一，有道德，有底线。”我没回头，但是我知道马谭的脸色一定不好看。自那天后，
胡倩再也高调不起来了，直到她离开月子中心的时候，我才远远地看过她一眼。高胜礼、马谭都站在她身边。初次见到她，还是高胜礼口中活泼开朗的前台小妹。那个时候，她神采飞扬，散发着她这个年纪该有的自信与锋芒。在我跟高胜礼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，她就穿着一身红裙，趾高气扬地站在高胜礼身边。那样的光芒，我也曾有一瞬间低下头回避，反思自己跟她比到底缺在哪儿了。现在我知道了，那时的我缺少了被偏爱的底气。然而现在的她，表情平淡，目光灰暗，眼中的光亮在一点一点地消散。我想，她也一定没想到，偏爱并不会一直在，永恒的是妈宝男的母爱。我靠在徐俊的怀里，指着玻璃窗外的那群人，仔细想想，胡倩也很可怜，年纪轻轻地接手了这么一个没用的男人。我回过身抱住他，把头埋在他的胸口。而我是多么幸运，在一条错位的路上遇到了能带我找回正路的人。徐俊的身子抖了一下，低头看我，青青，老实说，他说，怪肉麻的。我恶狠狠地拍了他一下，找打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